大家好呀！现在这个苹果的秋季发布会在今天9月9号刚刚结束啊，这时候我们来做一个快速的总结，然后帮大家去看一下这场发布会到现在有哪些最新的产品。首先我们看到就是 iPhone 16啊，它这次提供了5个颜色，相对这个颜色比之前呢就是颜色更鲜亮一点，而且这个接缝处感觉就是整体的这个颜色做的就是整体颜色更一致。这次呢，对吧？最核心的当然是这次的这个芯片，对吧？它带来的全新的芯片，在这个 i18 芯片里面呢，对吧？它对比上一代这个 i16，对吧？在这个小芯片上是 i18 芯片上是比上一代至少提升 40%， 这是个非常快的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啊。刚刚那个是 GPU 对吧？现在这个是 CPU 对吧？它提升了 30%， 依旧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这时候我们来总览去看一下这个 iPhone 16这个比较小的这个机型啊，其中比较核心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这次的这个手机呢，它这个camera 就是这个相机的这个 sensor 也是得到全新的升级，有这个全新的这个广角镜头。然后还有呢，这是双摄呢，这个它同时可以拍微距、广角、远景。还有普通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摄像头，所以说这个主摄像头其实里面这个有好几个这个光学的这个变焦，是非常厉害的。还有这是 Apple Intelligent 呢，对吧？它会帮大家去做一些文本的概述呀，还包括那些信息上的那些就是做一个 summary， 就像 ChatGPT 那种，对吧？包括大家去写 email、写 text 的时候，可以直接帮我们去做这个文字的更改。对吧？像这次呢，其实还有一个很核心的功能，他说了，就是说它现在可以提供这个卫星这个发短信。之前是华为的手机是有的，它这个是现在美国是可以用了，它后续会增加到其他的国家，对吧？然后它这个有新一代的这个叫什么抗摔的这个玻璃的，这个苹果一向做是非常强的，对吧？这次又得到进一步加强，说比上次提升了1倍啊。对吧？甚至包括这些什么光追啊，这些 GPU 的性能也得到非常大的提升。其中其实最大的一个提升是这个相机的这个控制按钮，对吧？它其实就把左上角那个定制按钮放到右边，然后做了一些新功能，对吧？可以包括变焦呀，包括一些对焦呀，对吧？包括拍摄、快速启动，对吧？都可以通过这个按键去实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这一次这个新机型里面，其实这个功能在早期的这个诺基亚的Lumia 800就开始了，当时我也有幸用过那款手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在之前一个经典的功能上提升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这次在苹果重新制作了，加了一个新的这个触感，新的这个按钮。不过之前在泄露里面这个东西大家都要讨论，所以这已经都知道了，对吧？包括现在因为这次它这个手机的这个芯片，对吧？不仅性能提升了30%，而且它这个呢能效还降低了20%左右。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整个手机使用时间呢，目前官方还没有去详细大家还没有拿手机去测评啊，但应该来说是有非常大的提升的这一次。包括这个 Action Button， 对吧？这次好像也是下降到了这个普通的这个数字型号上。然后呢，这次的价格呢，对吧 ？iPhone 16呢就从$799开始，然后当然它起步还是128GB 啊。这 iPhone 16 Plus 呢，对吧？也是$899起步，当然是也是从128GB 开始，这个初始内存。接下来比较重头的呢，就是这个 Pro 系列，这 Pro 跟 Max 系列，对吧？这次这 Pro Max 呢，这是 Pro 系列呢提供了4个颜色，分别是这个黑色、银色，包括这个金属原色，还有这次的这个大金色。这次我们看到，这次就是它这个摄像头啊，也是得到了因为这次传感器模组整个摄像头模组基本上都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就是带了更多的光学的这个晶片，对吧？包括这次它也允许录制这个光学的这个这个空间的音频，对吧？当然这个按钮也是拍摄按钮，对吧？在 Pro 上当然也是一样的，跟之前。这次呢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这个 Pro 是 6.3 英寸，但是这个 Pro Max 是 6.9 英寸，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手机啊，对吧？这 WiFi 7它在发布会上都没有去提及，包括也使用了这个新的这个镜面，那这个叫什么玻璃啊？这次 Promotion 呢，其实呢，他说2000尼特，对吧？然后最低最暗的话到1里特，对吧？这个 Promotion 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其中有一个很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4K 120帧的，不仅支持杜比，还支持 HDR 的 4K 影像拍摄，是非常厉害的，还支持大家后期的进行24帧、30帧，还有60帧的自定义的慢放，对吧？这样在大家手机上就可以进行一个非常方便的编辑啊，而且拍出来的效果基本上达到电影级，对吧？也有可能人家拍摄这个光影打的效果，它总的来看，目前市面上绝对是第一梯队啊。
包括这次这个18 Pro 的芯片，对吧？当然，大家到后续也会看到这个，包括这个性能的提升，包括能耗的下降，大概下降30%左右，对吧？也是怎么说呢？就会进一步的就会导致这个电池的这个使用时间一定会大幅度的增长。我估计这次至少提升了30%左右，但具体的官方数据还要等大家测评结果。包括这次这新的这个摄像头拍出来这广角镜头啊，可能会它有更大的进光量，所以颜色可能会更漂亮一点。包括它也是同样可以拍微距，对吧？远景、近景，还有就是基本上4种镜头都是可以去同时在3个镜头就可以去拍摄。包括这次因为这 GPU 的提升，所以说这个光线追踪啊，也是得到了一个双倍的提升，也是非常的厉害。这次还齐加了非常多的小功能，不光是这些拍摄呀上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它这次其实在音频上，这个因为声音也属于这个非线性数据，这些非线性数据呢，它也是可以通过这个 AI 去增强，所以这次呢，它允许大家在这个就是录音的这个软件上去进行在原轨道上继续去进行降噪，对吧？而且进行第二轨的录制，对吧？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功能啊！我希望其他的不知道其他设备会不会有，还是必须在用这个新的芯片上才有。大家可以去拭目以待，去到头去测试一下。这次这个价格呢，对吧？大家之前的旧机型就价格进行了一些降低，对吧？这些新机型呢，对吧？这个16，对吧？从799开始，这16 Pro 从999美金开始，对吧？当然它的16 Pro Max 应该是1199美金。先把手机介绍完之后呢，这次我们就来看这些移动端的设备啊，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这耳机还是比较重要的。这次耳机对吧，带来一个全新的设计，对吧？设计了全新的外观，对吧？而且佩戴起来更舒适，而且包括这个平价版的这个 AirPods 也使用了这个新的 H2 的这个新的这个芯片，对吧？它这个就支持在这个平价版本上再加钱的话，就可以使用降噪功能，对吧？而且就带来了因为它这个新的芯片使用了最新的这个制程，所以说它这个能耗也是比较低的，对吧？当然他说它支持快充啊，这东西啊别的产品其实早都已经有了。因为它这次的整体的这个芯片的加强，包括这个 AR 的增强呢，它增加了一些更多的，包括一些点头呀，包括一些微手势的，包括一些场景的适配啊，这些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些功能啊，这可能在其他的耳机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好，这次它这个平价版本的这 AirPods 4呢，对吧？它从129美金开始，但是如果你想要这个降噪呢，对吧？你可能要加钱，因为芯片可能必须得使用更好一点的芯片，所以要花179美金。对吧？包括这次的这个AirPods 这个 Max 也是应该是用了新的芯片，它具体好像在发布上没有具体的去提及啊，这个大家后续可以在官网上再详细去看一下。然后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最新的这个 Ultra 这个手表。其实总的来说，我没觉得什么太大提升，它只是换了一个新的芯片，对吧？跟我当时上一期视频预测的是一样的，对吧？然后提供了一些软件层面的升级，就是它支持一些什么网络的检测，就是什么波浪的检测，就是潮汐的检测呀，包括这些就是也是提升了这个续航呀，包括它这次包括支持一个就是全钛合金的这个手链，对吧？这个官方的这个手链，对吧？应该是看着是非常炫酷啊，当然价格也是不菲啊。总的来说，我没觉得手表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特别的进步啊。他说他表盘变得更大了，对吧？这可能我不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大提升。总的来说，他花了大概半个小时时间一直在说他手表的安全性啊，然后谈到这个 Ultra 的时候一直在说它的极限运动，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提升吧，就是正常的产品升级。这个新的这款小的手表，数字的这个手表呢，对吧？就是应该是 S10，它这个也是使用了新的芯片，对吧？它里面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它可能就是我感觉也是常规的升级，对吧？他说它表盘变得更大了，对吧？亮度变得更高了，然后更省电了。然后基本上也是得益于这个新的芯片，然后也是强调这个健康，对吧？我觉得这个产品毕竟太挣钱了，所以说放在这两个产品放在开头就基本上说了半个小时花了大家特别多的时间。所以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啊，只是个非常简单的快速的浏览啊，希望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谢谢大家，拜拜。